親愛的朋友們，歡迎來到微光夜讀。金海灣大酒店的包廂裡，空氣油膩又滾燙。王海濤臉上的肥肉在燈光下閃着光，他指着劉文軒，像是在指着一條狗。沒房，沒車，沒老婆，你活着圖個啥？市公安局長錢宏偉推門而入，目不斜視。他從王海濤身邊走過，像是路過一個無關緊要的莊子。錢宏偉站定在劉文軒面前，身體微微前傾。他立正敬禮，聲音在死寂的包廂裡像一顆炸雷。劉專員，跨區域聯合檢查，請您指示。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那通電話打來的時候，劉文軒正站在一片塵土飛揚的城中村裡。夏天的太陽像個白色的火球，烤得人皮膚發燙。他那部用了多年的諾基亞手機在褲兜裡固執地響着，像一個垂死的老人在發出最後的幾聲咳嗽。電話是高中班長張健打來的，聲音很大，隔着聽筒都能感受到他的熱情。他說：“晚上同學聚會，金海灣大酒店，你必須來。”劉文軒看着眼前這片被拆了一半的廢墟，瓦礫和鋼筋糾纏在一起。他沉默了一會兒，說：“我這邊有點事，可能不方便。”張健在那頭嚷嚷：“有什麼不方便的？10年沒見了。”蘇晴也來，她老公王海濤請客，全包了，就差你這個狀元郎。聽到蘇晴2個字，劉文軒感覺心裡某個地方被輕輕刺了一下。記憶的門被推開，吱呀作響，露出了10幾年前的青蔥歲月。他想起學校的白楊樹下，蘇晴遞給他半瓶汽水，汽水是甜的，帶着夏天獨有的味道。分手那天，他沒看他，只是低着頭說：“我媽不同意。”我媽說：“你人很好，但是你給不了我想要的。”後來他就再也沒見過蘇晴，只是聽說她嫁給了王海濤。王海濤是他們高中時的風雲人物，不過不是因為學習好，而是因為他敢打架，家裡有點小錢，很早就學會了抽煙喝酒。誰也沒想到，這10幾年，時代像一陣狂風，把王海濤這種人吹到了天上。劉文軒這次來這個城市，不是為了敘舊，他有他的任務，一個需要絕對保密，甚至要抹去自身存在的任務。他對外宣稱的身份是省檔案管下來整理地方志的文員，一個扔在人堆裡不會有第2個人看一眼的身份。他住在火車站附近的小旅館，每天擠着公交車在城市裡轉悠。他用眼睛看，用耳朵聽，記錄着這座城市在飛速發展下的每一個瘡疤。王海濤的海濤建築公司是他在調查筆記裡記錄頻率最高的名字。許多不合規的拆遷，許多手續存疑的工程，背後都有這家公司的影子。張健還在電話那頭勸說大家都很想念他。劉文軒想去看看也好。他想近距離看看王海濤，看看這個被傳得神乎其神的人物到底是個什麼樣子。他也想看看當年的蘇晴是不是真的得到了他想要的。他對着電話說：“好，我一定到。”掛了電話，他把手機塞回口袋，朝遠處的公交車站走去。身後，一台挖掘機發出巨大的轟鳴聲，舉起鐵臂砸向一堵殘破的牆壁，灰塵漫天飛舞，遮住了半個太陽。開往市中心的公交車像個塞滿了沙丁魚的罐頭。劉文軒被擠在車廂的角落，身上沾滿了別人的汗味。他看着窗外，一棟棟嶄新的高樓像雨後的春筍，刺破了天空。那些他少年時熟悉的街道和弄堂，早已被埋在了這些鋼筋水泥的下面。他想起他看過的那些卷宗，一個老太太為了保住自己家的祖宅，躺在推土機前，
最後被強行抬走。一個年輕的男人因為拿到的拆遷款不夠買一套新房，半夜從爛尾樓上一躍而下。這些悲劇都和這座城市的瘋狂擴張有關，也和王海濤的公司有關。公交車在金海灣大酒店門口停了下來，劉文軒下了車，抬頭看着這棟在夜色中閃閃發光的建築。門口的噴泉隨着音樂起舞，停車場裡停滿了黑色的轎車，大多是奔馳和寶馬，最顯眼的是一輛黑得發亮的奧迪A6，車牌是4個8。他穿着一件舊夾克，一條普通的褲子，腳上是一雙沾了些泥土的鞋。他這身打扮和這裡的一切都顯得格格不入。門口的保安用審視的目光打量着他，沒有上前阻攔，但眼神裡的輕蔑藏不住。劉文軒沒在意，他徑直走進旋轉門。大堂裡的水晶燈亮得晃眼，空氣中飄着一種昂貴的香水味。他向服務員報了包廂的名字，服務員臉上掠過一絲驚訝，但還是禮貌地在前面引路。包廂在3樓，名字叫帝王廳。門是厚重的紅木雕花門，推開它，像推開另一個世界的大門。一股混合着酒氣、菜香和煙味的喧囂熱浪撲面而來。巨大的圓桌旁已經坐滿了人，男人們大多紅光滿面，女人們則珠光寶氣。主位上，王海濤正摟着蘇晴的肩膀，跟旁邊的人大聲說着什麼。劉文軒的出現讓包廂裡熱鬧的氣氛有了一個短暫的停頓，所有人的目光都像聚光燈一樣打在他身上。蘇晴看到他，臉上的笑容僵了一下，眼神裡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有驚訝，有尷尬，還有一絲被深埋的懷念。王海濤也看到了他，他眯起眼睛，像是在辨認一件蒙塵的舊物。然後他咧開嘴笑了，那笑容裡帶着一種毫不掩飾的居高臨下的審視，好像在說：喲，你居然也來了，文軒，你可算來了。班長張健連忙起身，熱情地拉着劉文軒，把他按在一個空位上。那個位置正好在王海濤的斜對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臉上的每一個表情。來晚了，自罰3杯。一個叫馬俊的同學站起來起哄，他現在在王海濤的公司裡當副總。劉文軒笑了笑，端起酒杯，對大家說：路上堵車，我先敬大家一杯。他喝得很乾脆，一杯酒下肚，胃裡有些發燒。飯局的氣氛重新熱絡起來，話題很快就圍繞着王海濤展開。馬俊像是捧哏的相聲演員，總能恰到好處地把話頭遞給王海濤。海濤哥，聽說你最近又拿下了東城那塊地王。王海濤擺了擺手，故作謙虛地說：小項目，小項目而已。但他臉上的得意是怎麼也藏不住的。他開始大談那個項目的前景，說要建成全市最高端的商業綜合體，說市裡的領導對他多麼器重，銀行的行長追着要給他貸款。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聲音洪亮，眼神卻時不時地瞟向劉文軒，那是一種赤裸裸的炫耀，像孔雀在展示自己的羽毛。劉文軒只是安靜地吃菜，偶爾有人問他，他也只是簡單地回答幾句。他對外面的工作只說是省裡一個清水衙門的文員，這個身份立刻引來了一些人同情的目光。在他們看來，同學10年，王海濤已經成了翱翔在天空的雄鷹，而劉文軒這個當年的學霸，卻成了一隻在地上覓食的土雞，差距太大了，大到讓人覺得有些殘忍。蘇晴一直很沉默，她很少說話，只是微笑着給王海濤夾菜。她的動作很優雅，但劉文軒能看到她的笑容沒有到達眼底。有一次，他的目光和劉文軒在空中相遇，他像是被燙到一樣，
迅速地移開了視線，端起面前的果汁喝了一口。王海濤注意到了這個細節，他臉上的笑容淡了些。他放下酒杯，把話題直接引到了劉文軒身上。文軒啊，在機關裡幹，一個月能拿多少錢？這個問題很直接，也很無理。包廂裡瞬間安靜了下來，所有人都看着劉文軒，等着他的回答。劉文軒還沒開口，班長張健就出來打圓場。海濤，問這個幹嘛？大家同學一場，談錢多傷感情。王海濤哈哈大笑，拍着張健的肩膀說：“怎麼會傷感情呢？我這是關心老同學，要是文軒過得不好，我這個當同學的得拉他一把。”他說的冠冕堂皇，但眼睛裡的戲謔誰都看得出來。他又轉向劉文軒，追問道：“說吧，沒事，大家又不是外人。”劉文軒推了推眼鏡，平靜地說：“沒多少，夠生活罷了。”這個模糊的回答顯然不能讓王海濤滿意。馬俊在旁邊添油加醋：“海濤哥，你就別為難文軒了。咱們這小城市，機關的工資都是死規定，一個月能有3000塊就頂天了。”一陣不大不小的哄笑聲響了起來，那笑聲裡充滿了對3000塊這個數字的輕蔑。王海濤像是得到了滿意的答案，他靠在椅子上，把玩着手裡的奧迪車鑰匙，鑰匙上的4個環標誌在燈光下閃着銀色的光。他把鑰匙啪的一聲丟在桌子中央的轉盤上，轉盤轉動，那串鑰匙正好停在了劉文軒的面前。文軒，你看這玩意兒，我剛換的，頂配。王海濤指着那串鑰匙，臉上是毫不掩飾的得意。不貴，也就70-80萬吧，開着還行，就是底盤有點低，咱們市裡有些路不好走。他說的正是劉文軒白天去過的那些正在拆遷的城中村的路。他又說：“對了，我上個月在龍湖灣也買了套別墅，帶個小院子。蘇晴喜歡種花，我就讓她隨便折騰。改天你們都來玩啊。”他一邊說，一邊親昵地摟住蘇晴的肩膀。蘇晴的身體僵了一下，但還是擠出了一個笑容。劉文軒看到了他手上的鑽戒，很大，很閃，但在那枚戒指的旁邊，他的手指因為緊張而攥得發白。他想起很久以前，他送給蘇晴一個草編的戒指。蘇晴高興地跳了起來，說這是他收到過最好的禮物。那些記憶現在想起來像上個世紀的故事，遙遠而且不真實。王海濤的表演還在繼續，他徹底把這場同學會變成了他的個人秀。炫耀完車子和房子，他終於圖窮匕現，把矛頭再次對準了劉文軒。文軒，你有房子了嗎？車呢？他明知故問，語氣裡充滿了挑釁。面對這咄咄逼人的問題，劉文軒只是搖了搖頭。還沒。這2個字像是一滴水滴進了滾燙的油鍋。王海濤的興奮點被徹底引爆了。還沒。他誇張地提高了音量，好像聽到了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兄弟，你都30出頭了吧？沒房沒車，那你住哪兒啊？住宿舍。劉文軒的回答依舊簡單。這個回答在別人聽來是窘迫，但在劉文軒自己這裡是事實。他這次出來住的就是單位安排的招待所，那也算是宿舍。王海濤笑得前仰後合，他指着劉文軒，對滿桌的人說：“聽見沒？我們的狀元郎住宿舍。”馬俊也跟着大笑：“文軒，你這可不行啊，得抓緊了。現在姑娘多現實啊，沒房沒車，誰跟你啊？”這句話像一根針扎在了蘇晴的心上，她的臉色白了白，端着杯子的手微微顫抖。王海濤注意到了蘇晴的表情，他誤以為蘇晴是在為劉文軒感到難堪。
這讓他更加得意。他覺得自己在妻子面前徹底碾壓了他的前男友。他站起身，端着酒杯，搖搖晃晃地走到劉文軒身邊。他把一只手重重地搭在劉文軒的肩膀上，酒氣噴了他一臉。兄弟，不是我說你，你這樣不行。沒房，沒車，連個老婆都沒有，你活着圖個啥？這句話說得極重，也極具侮辱性。整個包廂的空氣都仿佛凝固了。班長張健的臉色很難看，他想說什麼，但張了張嘴又閉上了。在王海濤強大的氣場面前，他的勸解顯得那麼蒼白無力。所有人都看着劉文軒，他們覺得這次他總該發火了吧？是個男人都受不了這樣的羞辱。蘇晴也抬起了頭，她看着劉文軒，眼神裡充滿了愧疚和哀求。她希望劉文軒能反駁，能為自己爭辯幾句，哪怕是吵一架都好。可是劉文軒沒有，他甚至沒有推開王海濤搭在他肩膀上的手，他只是靜靜地坐在那裡，透過厚厚的鏡片，看着眼前這個得意忘形的男人。他的臉上沒有憤怒，沒有窘迫，甚至沒有一絲波瀾。他平靜得像一口深不見底的古井。這種極致的平靜，反而讓王海濤感到了一絲莫名的煩躁。他感覺自己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所有的力量都無處宣洩。為了找回場子，他決定拋出最後的仁慈。這樣吧，兄弟，他拍了拍劉文軒的肩膀，用一種施捨的語氣說：“看在蘇晴的面子上，你別在機關裡耗着了，來我公司，我給你安排個清閒的職位，管管倉庫什麼的。1個月我給你開5000，夠你租個好點的房子了，怎麼樣？”說完，他得意地看着劉文軒，等着看他感激涕零的表情。在他看來，這是一個無法拒絕的恩賜。劉文軒終於有了反應，他緩緩地推了推眼鏡，嘴角甚至向上勾起了一個微小的弧度，那是一個讓人完全看不懂的笑容。他看着王海濤，一字一句清晰地說：“王總，謝謝你的好意，我心領了。只是我這份工作雖然不賺錢，但還挺重要的，暫時走不開。”王海濤的臉一下子漲成了豬肝色，他覺得自己的尊嚴受到了挑戰，他覺得劉文軒是在不識抬舉。他正要發作，把杯子裡的酒潑到劉文軒的臉上，用更惡毒的話來徹底撕碎他那可憐的自尊。就在王海濤舉起酒杯，包廂裡的氣氛緊張到極點的時候，那扇沉重的紅木門被人從外面推開了。門沒有鎖，推門的動作很急，帶起了一陣風。一個穿着笔挺警服的中年男人快步走了進來，他的身後還跟着幾名同樣穿着制服、神情嚴肅的隨行人員。為首的男人國字臉，眉毛很濃，眼神像鷹一樣銳利。他一進門，整個包廂的喧囂和油膩仿佛都被他身上那股強大的氣場滌蕩乾淨了，空氣在瞬間變得嚴肅而冰冷。桌上立刻有幾個生意做得大、見多識廣的同學認出了來人，他們臉上的醉意和笑容瞬間消失，代之以震驚和敬畏。錢局長，有人壓低了聲音，難以置信地驚呼道：“來人正是這個市的公安局長錢宏偉，一個在本地新聞裡經常出現的大人物。”王海濤也愣住了，他舉着酒杯的手停在半空中，但他的反應極快，愣神只持續了不到1秒，隨即巨大的狂喜湧上了他的心頭。錢局長怎麼會來？肯定是哪位朋友知道他在這裡吃飯，特意把局長請來給他捧場的。這面子可太大了，今天這一下足以讓他在這個城市所有生意夥伴面前把身價再抬高一個檔次。他立刻扔下劉文軒，
臉上堆滿了最諂媚的笑容。他端着酒杯，邁着因激動而有些虛浮的步子迎了上去。哎呀，錢局長，您看您，什麼風把您給吹來了？快請上座，快請上座。我，海濤建築的王海濤，我敬您一杯。他點頭哈腰，姿態放得極低，恨不得整個人都貼上去。全場的同學，包括班長張健，都被這一幕驚得目瞪口呆。他們用一種近乎崇拜的目光看着王海濤的背影，他們覺得王海濤的能量已經通天了。蘇晴也暫時鬆了一口氣，看着丈夫的背影，心裡湧起了一絲與有榮焉的虛榮。她想，這個男人雖然粗鄙，但在正事上確實有他的本事。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一幕，讓所有人的思維都陷入了停滯，讓整個包廂的空氣徹底凝固成了冰塊。錢宏偉局長根本沒有看那個滿臉堆笑，幾乎要貼到他身上的王海濤，他的眼神甚至沒有在王海濤身上停留哪怕0.1秒。他像沒有看見這個人一樣，徑直從他身邊走了過去，腳步沉穩，目標明確，帶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嚴。王海濤伸出去的手和臉上那諂媚的笑容，就那樣尷尬地僵在了半空中。他臉上的表情從狂喜到困惑，再到一絲不祥的預感。錢宏偉銳利的目光像探照燈一樣，在全場迅速掃過，最後精準無誤地鎖定在了角落裡，鎖定在了那個穿着洗得發白的舊夾克，戴着黑框眼鏡，從始至終都沉默不語、平靜得像個局外人的劉文軒身上。在全場同學震驚到下巴快要掉下來的目光中，在王海濤那由驚駭轉為恐懼的注視下，在蘇晴那雙難以置信的美麗眼眸裡，錢宏偉走到了劉文軒的面前。他停下腳步，雙腳併攏，身體站得筆直。然後他對着劉文軒微微欠下了身。這是一個下級向上級匯報工作時才會有的標準姿態。他的語氣無比恭敬，他的聲音清晰洪亮，每一個字都像一顆釘子，狠狠地釘進了在場所有人的心臟裡。劉專員，外圍人員已經全部就位。關於對本市東城改造等幾個重點項目的跨區域聯合檢查，隨時可以開始，請您指示。錢局長的話音落下，整個世界仿佛被按下了靜音鍵，包廂裡死一樣的寂靜，連一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都能聽見。王海濤臉上的血色在瞬間退得一乾二淨，他的臉比牆壁還要白。他端着酒杯的手像得了帕金森一樣劇烈地顫抖起來，咣當一聲，水晶酒杯從他無力的手中滑落，摔在地毯上，聲音並不響，卻像一聲驚雷，炸在每個人的心頭。嫣紅的葡萄酒在地毯上迅速暈開，像一灘刺目的血。劉專員，王海濤的嘴唇哆嗦着，牙齒上下打顫，發出咯咯的聲響。他再蠢也明白了，跨區域聯合檢查、東城改造項目這幾個詞組合在一起意味着什麼。他剛剛還在飯桌上吹噓的東城改造項目，是他發家史上最得意的一筆，也是他所有原罪裡最大最黑的一筆。他終於明白，他剛才百般羞辱、肆意嘲諷的這個窮同學，這個他眼中的失敗者，這個他準備施捨一份工作的可憐蟲，才是那個真正掌握着他生殺大權，能讓他瞬間從天堂墜入地獄的人。他剛才的所作所為，無異於在閻王爺面前炫耀自己的墳地風水有多好。一股冰冷刺骨的恐懼從他的尾椎骨猛地竄起，瞬間傳遍四肢百骸。他的雙腿一軟，再也支撐不住肥胖的身體，整個人撲通一聲
癱坐在了身後的椅子上。椅子發出了不堪重負的呻吟，仿佛隨時都會散架。他感覺自己的天塌了，他感覺自己的世界在這一瞬間土崩瓦解。蘇晴也完全呆住了，他用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才沒有失聲尖叫出來。他的眼睛睜得大大的，裡面寫滿了震驚、荒謬和一種無法言說的排山倒海般的悔恨。他看着眼前的劉文軒，那個他熟悉的又完全陌生的劉文軒。他想起了他面對羞辱時的平靜，想起了他那句工作很重要。原來那不是清高，不是托詞，是他永遠無法理解和觸及的真實。他和他早已不是一個世界的人。那個他曾經看不起甚至拋棄的世界，擁有着輕易碾碎他現在所擁有的一切的絕對力量。劉文軒緩緩地站了起來，他整理了一下自己那件有些褶皺的夾克。在眾人眼中，這件樸素的衣服此刻仿佛散發着萬丈光芒。他對着錢宏偉點了點頭，語氣依舊平靜，卻帶着不容置疑的威嚴。錢局長辛苦了，讓同志們先在外面待命，我處理完一點私事就出來。錢宏偉再次點頭，乾脆利落地回答：“是，劉專員。”說完，他便轉身，帶着他的人退出了包廂。他恭敬地、輕輕地為劉文軒關上了門，將這一屋子的驚駭、恐懼與死寂隔絕在內。劉文軒轉過身，目光平靜地掃過全場，最後他的目光落在了已經形如一灘爛泥的王海濤身上。他沒有說任何話，但那平靜的眼神比任何審判都更具力量。劉文軒沒有再看王海濤第二眼，他走到已經完全石化的班長張健面前，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今天掃興了，改天再聚。”他的聲音很輕，卻讓張健的身體猛地一顫。張健張了張嘴，想說什麼，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他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劉文軒拉開門走了出去。門外幾個神情肅穆的男人立刻圍了上來，簇擁着他，消失在了走廊的盡頭。他的背影和來的時候一樣普通，卻在每個人的心裡留下了一道無法磨滅的烙印。他走後很久，包廂裡依然是一片死寂。過了不知道多長時間，才有人像是從噩夢中驚醒，發出了一聲短促的抽泣。王海濤還癱在椅子上，面如死灰，眼神空洞。他嘴裡無意識的一遍又一遍地重複着：“完了，全完了。”蘇晴坐在那裡一動不動，像一尊失去了靈魂的精美雕像。眼淚終於衝破了他最後的防線，無聲地滑落。那晚的飯局最終以一種誰也想不到的方式不歡而散。沒有人再有心情去動桌上那些昂貴的菜肴，人們倉皇地、悄無聲息地離開，像是逃離一個即將爆發的火山。關於那個晚上發生的事情，很快就在他們那個小小的同學圈子裡像病毒一樣傳播開來，各種版本的猜測層出不窮，但核心內容都驚人的一致。當年那個不起眼的書呆子劉文軒成了一個他們需要仰望甚至畏懼的大人物，而不可一世的王海濤踢到了一塊他根本惹不起的鐵板。幾天後，這座3線城市的天就變了。一場被本地媒體形容為雷霆風暴的聯合檢查行動，席捲了全市的建築和房地產行業。海濤建築公司是第一個倒下的，公司的賬本、電腦、所有文件在一夜之間被全部帶走。公司的大門上貼上了白色的封條，上面聯合督察組的紅色印章在陽光下顯得格外刺眼。電視新聞裡開始頻繁地出現一些熟悉的面孔，那些曾經和王海濤稱兄道弟、
在酒桌上勾肩搭背的銀行行長、部門領導，臉上都打着馬賽克，被穿着制服的人帶走。城市的官場和商界發生了一場劇烈的大地震，而引發這場地震的中心，那位劉專員卻沒有任何報道。他就像一顆投入湖中的石子，激起了滔天巨浪，自己卻早已沉入水底，無跡可尋。王海濤被正式帶走的那天是個陰沉的下午，幾輛沒有牌照的黑色轎車安靜地停在他那棟豪華的江景別墅門口。他沒有反抗，也沒有掙扎，穿着一身睡衣就被帶走了。他的神情麻木，像是已經接受了命運的最終審判。蘇晴站在2樓臥室的落地窗後面，眼睜睜地看着丈夫被塞進車裡。車子很快發動，消失在路的盡頭。那一刻，她沒有感到悲傷，也沒有感到解脫。她的心裡只剩下一片巨大的、無邊無際的空茫。她所依附的一切，那個由金錢、權力和謊言堆砌起來的華麗城堡，在那個晚上就已經徹底坍塌了。別墅很快也被查封，所有的奢侈品、名牌包、珠寶首飾都被貼上了封條。蘇晴只帶走了一些簡單的行李和她自己的身份證件，她無處可去，只能回了娘家。她的父母曾經因為她嫁給王海濤而風光無限，在親戚朋友面前趾高氣揚，如今卻在鄰居們同情又夾雜着幸災樂禍的目光中抬不起頭。他們開始抱怨蘇晴當年有眼無珠，他們開始念叨說，要是當初跟了劉文軒，現在該多好。他們說，就算是個小文員，也比現在這樣強，至少安穩。蘇晴聽着這些話，只能報以苦笑。他知道，他和劉文軒之間隔着的從來不是安穩與否，而是他自己的選擇，是他當年那顆被虛榮和現實蒙蔽了的心。他試着給劉文軒打過電話，那個他記了10幾年的號碼，他以為永遠都不會再撥通的號碼。電話那頭傳來的，永遠是冰冷而公式化的女聲：“您所撥打的用戶已關機。”他知道他不會再見他了。那個同學聚會的晚上，是他們之間最後的告別。曾經那些圍着他、奉承他的朋友和同學，如今都對他避之不及。人情冷暖，世態炎涼，蘇晴在這場從雲端跌落的巨變中，體會得淋漓盡致。他開始學着自己去菜市場，為了1塊錢的差價和攤主爭論。他開始學着擠公交車，在擁擠的人群中尋找一個可以站立的角落。他開始過上了那種他曾經拼了命想要擺脫的普通人的生活。只是這一次，他的心裡再也沒有了對未來的憧憬。半年後，秋天，在千里之外的另一個重工業城市，一個巨大的鋼鐵廠裡，這個城市的天空比他上一個半暗的城市更加灰暗。劉文軒穿着一身沾滿油污的藍色工服，戴着安全帽。這身衣服就是他的保護色，也是他的通行證。他已經習慣了衣服上那股機油和汗水混合的味道，正和幾個工人一起蹲在角落裡吃着午飯。他特意選擇了廠裡最愛八卦的幾個老師傅。午飯時間是信息交換最密集也最沒有防備的時刻。飯是10塊錢一份的盒飯，2葷1素，米飯管夠。他早就習慣了這種簡單粗暴的能量補充方式。味道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填飽肚子，繼續下午的工作。他吃得很香，還和旁邊的工友討論着晚上去哪裡喝2杯。喝酒是拉近關係最快的方法，酒桌上總能聽到真話。他已經和他們喝過好幾次了，每次都有新的收穫。一個工友抱怨說，這個月的獎金又比上個月少了。另一個則神秘兮兮地說，聽聞2號車間的主任要換人了。
這些都是他需要記錄下來的信息碎片。他在這裡的身份是來實習的大學生，學的專業是機械工程。為了這個身份，他啃了1個月的專業書籍，甚至能熟練說出幾個關鍵零件的德語名稱。沒有人懷疑他，因為他看起來比真正的大學生還要樸素。他的眼神裡沒有年輕人的迷茫，只有一種恰到好處的憨厚。這是一種經過千錘百煉的演技。他這次的任務是調查這個鋼鐵廠背後存在的、涉及數額巨大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上一個案子的結束只是他短暫休整的開始。這個新任務是部裡直接指派下來的。領導告訴他，這塊骨頭很難啃。所謂的資產流失手法比他想象的要複雜得多，不僅僅是偷賣廢料那麼簡單，而是通過複雜的關聯交易和虛報損耗，將國有資產轉移到私人口袋。這是一個比東城改造項目更複雜也更危險的案子。東城改造面對的還只是地方上的官商勾結，而這次他要面對的可能是一個跨省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的觸手甚至可能伸到他意想不到的高度。危險意味着他的身份一旦暴露，後果將不堪設想。他已經在這裡潛伏了1個多月，30多個日日夜夜，他都生活在這個虛構的身份裡。他甚至快要忘記自己本來的名字和身份。他學會了工人們的黑話和習慣。他知道哪個領導好說話，哪個領導最愛挑刺。每天和工人們一起上班，一起下班，聽他們抱怨工資低，聽他們議論廠裡的領導又換了新車。他從抱怨中能分析出廠裡的財務狀況有多緊張，從換新車的議論中能判斷出哪些人是利益鏈條上的關鍵節點。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信息，正在他腦中構建一張巨大的網絡。在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閒聊中，他像一個耐心的淘金者。他知道真正的金子總是混雜在大量的沙石之中，需要極大的耐心和敏銳的直覺，一點一點地篩選出那些閃着光的、指向真相的線索。比如，上周有個工友提到，有一批進口的特種鋼材入庫後沒多久就損耗了，而他查過，那批鋼材的價值足夠給全廠工人發1年的獎金。這就是他要找的線頭。吃完飯，他走到高爐旁，感受着那股灼人的熱浪。這股熱量讓他想到了這個國家工業的脈搏，也讓他想到了那些附着在脈搏上的寄生蟲。鋼水像金色的岩漿，在巨大的容器裡翻滾，映紅了他的臉。他看着那些鋼水，心裡想的卻是他們最終會流向何方。有多少是真正用來建設國家，又有多少會變成某些人酒杯裡的茅台，車庫裡的豪車。他偶爾會想起幾個月前的那場同學聚會，那場聚會像一場荒誕的戲劇。他只是一個偶然闖入的觀眾，卻意外地更改了劇本的結局。想起王海濤那張由狂妄到恐懼的臉，想起蘇晴那雙盛滿了淚水和悔恨的眼睛。他不知道蘇晴後來怎麼樣了，他希望她能開始新的生活，但他也知道，有些錯誤一旦犯下，就是一生的枷鎖。對於王海濤，他沒有任何同情。那是一種必然的結局。那些人和事，在他的腦海中，就像他處理過的無數卷宗中的一頁，每一頁背後都是一個或多個家庭的悲歡。他必須強迫自己變得麻木，才能繼續前行。翻過去就翻過去了，沒有留下太多的痕跡。如果每一件案子都留下痕跡，他的心早就被壓垮了。他只能不斷地告訴自己，這是工作。對他來說，那只是他漫長工作生涯中一個微不足道的插曲。一個結束意味着另一個開始。他的情緒不允許為任何一個案子停留太久。
王海濤倒下了，還會有新的李海濤、張海濤站起來。他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從不感到勝利的喜悅。他感受到的只有一種永無止境的疲憊，以及支撐着這種疲憊的一點信念。他的工作就是不停地走在路上，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身份到另一個身份。這條路沒有鮮花和掌聲，只有孤獨和危險。去掀開那些蓋在膿瘡上的一塊又一塊華麗的幕布。他知道幕布掀開的瞬間會很醜陋，會很刺痛，甚至會傷害到一些無辜的人。但他更知道，如果不掀開，膿瘡只會越爛越大，直到最後吞噬一切。他掏出那部老舊的諾基亞手機，看了看時間。這部手機沒有任何智能功能，不會被定位，也不會洩露信息。它是他這類工作者的標配。手機的待機屏幕上是一張溫馨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小女孩笑得很甜。這是他自己的手機，而不是工作用的那一部。他每天只有在這個時候才會拿出來看一眼。這張照片是他與真實世界唯一的連接，提醒着他自己究竟是誰，為何而戰。那是他內心深處最柔軟也最堅硬的支撐。柔軟的是對家人的愛與愧疚，堅硬的是這份愛所賦予他的不可動搖的決心。為了女兒能夠生活在一個更公平、更乾淨的世界裡，他願意付出一切。他看了一會兒，然後收起手機，戴正了頭上的安全帽。收起手機的動作，就像是關閉了一扇通往個人情感的門。戴上安全帽，他又變回了那個名叫劉文軒的實習生。他轉身，走回了那片充滿着噪音和汗水的車間。他的步伐堅定，沒有一絲一毫的猶豫。他知道，那個關於特種鋼材的線索就在2號車間裡。他的身影很快就融入了那些忙碌而普通的人群中，沒有人注意到他眼神裡一閃而過的鋒芒。他就是人群，人群就是他，像一滴水，悄無聲息地匯入了鋼鐵洪流。這股洪流既能建設一切，也能摧毀一切。他要做的就是確保他的流向是正確的。遠方的城市裡，一個故事已經結束，所有人都回歸了各自的生活軌跡，而他的下一個故事才剛剛開始。感謝大家的觀看，本期故事精彩嗎？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並分享給更多的人，這會對我幫助很大。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